头疼欲裂，我不是猝死了吗？可这里不是出租屋，是昏暗潮湿的茅草房，风里带着土腥和血腥气。这是哪儿？我没死。前世的记忆涌来，我猝死了。这个念头像冰针扎进脑海，让我清醒大半。这不是我的身体，更瘦弱，更年轻，还发着高烧。穿越，我一个唯物主义者穿越了。小子，你醒了。王伯，这具身体也叫林晨，被这位老族捡了回来。这个地方叫青石镇，属于大炎王朝。更外面是轩辕界，一个有妖兽、有修士的修仙世界。记忆里带着恐惧，小镇外有吃人的妖兽，修士视凡人为蝼蚁。在这里，生命没有任何保障，只有最原始、最残酷的弱肉强食。我以为猝死是解脱，没想到是坠入了另一个炼狱。小子，别愣着，喝口水吧，你这身子太虚了，再不吃东西，撑不过2天。谢谢王伯。谢什么？都是苦命人。这青石镇去年被妖兽啃了一次，上个月又过了一队匪兵，死了1半人，剩下的都是苟延残喘。抱怨没用，恐惧没用，崩溃更没用，只有活下去，才是唯一的选择。王伯，外面真的有修仙者？哪是仙人，那是活神仙，也是活阎王。他们飞在天上，看我们就像看地上的蚂蚁，高兴了赏你一口饭，不高兴了抬手就灭了一个镇子。去年镇上有个汉子不小心撞了一位路过的修士，直接被人家一道气劲打成了血雾，连骨头都没剩下。在这里，生命渐如尘埃。那怎么才能成为修士？小子，别做梦了，要灵根，要机缘，要拜入仙门。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一辈子都摸不到边。镇上这几十年来，也就出过一个有灵根的娃，后来被仙门带走，再也没回来过。灵根？没有系统，没有老爷爷，难道刚穿越就要死在这儿？不行，就算是凡人，我也要活下去。不好，是黑风寨的匪辈来了，他们又来抢粮、抢人了！快躲起来！老东西，还有个小崽子藏得挺深啊！粮食呢？交出来，饶你们一命！我们没有粮食，早就吃光了。没有？王伯，老东西，敢骗老子！凭什么凡人就要任人宰割？小崽子，还敢瞪老子！既然没有粮食，那就拿你的命抵吧！不甘心，我绝对不甘心就这样死去！有点力气，正好陪老子玩玩。他没有力量，没有武器，正面抗衡，只有死路一条。绝境之中，唯有找机会，才能活下去。就算是死，也要拉他垫背。轩辕界，我林晨来了。就算是凡尘炼狱，我也要爬出一条生路。隐忍、示弱、藏起锋芒，是我刻进骨子里的生存技能。哼哼，原来是个软蛋，刚才还以为你有点骨气，看来是老子想多了。搜搜这破屋，有没有值钱的东西？没有就赶紧去下一家，别在这儿浪费时间。我手里的石片，是这屋里唯一能当做武器的东西，短小、脆弱。拼了！就现在，这是我唯一的生机。坐以待毙，只有死路一条。拼了！小崽子，我要杀了你！每跑一步，
胸口都剧痛难忍，眼前阵阵发黑，可我不敢停下。我知道，我跑不过身后的匪类，用不了多久就会被追上。难道我真的逃不过这一劫？小崽子，看你往哪儿跑！小崽子，出来！老子今天非把你碎尸万段不可！大哥，大哥，找到粮食了，快过来！算你走运，小崽子，别让老子再碰到你！刚才那一瞬间，我离死亡只有一步之远。活下去，只有活下去才有机会。像是一本书。纳气，引天地灵气入体，炼气，修仙功法。可这本功法残缺的太严重了，不仅字迹模糊，语句不通啊！这就是一本被人遗弃、残缺不全的垃圾功法。可在我的眼里，这却是我在这异世活下去的唯一希望。没有指导，我就自己揣摩；没有完整口诀，我就自己推演。前世996加班，我练就了极强的专注力，很快就摒除了杂念，心神放空。难道就算有了功法，我也无法踏入修仙路？绝不能放弃。感气是要从自己的身体感应入手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试试看。天地灵气，我终于感受到了天地灵气。轩辕界，你残酷又如何？你弱肉强食又如何？我有一颗一定要活下去，一定要归家的心。从这缕灵气开始，我便要以凡躯逆踏仙途。这就是天地灵气，我踏入修仙路的唯一钥匙。社畜的经验告诉我，遇到难题要一步步拆解，从小处入手。灵气在指尖，那就先从指尖开始，一点点引导。短短1寸，用了1个时辰，头也阵阵发昏。可我不敢停。终于，灵气流入体内，胸口的剧痛也减轻了，有效。天亮了，那丝天地灵气终于被我成功引入丹田。哦，一股暖流从丹田扩散，身体充满了力气，高烧彻底退了。炼气1层成了。我的感官变得敏锐了许多，连10几丈外小虫爬行的声音都能听到。有了修为，我就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病秧子了。肚子饿了，青石镇回不去，唯一的出路就是镇外的荒林。凡人进入荒林，实不存一。可我别无选择。炼气1层的修为，让我的感官远超凡人。很快，我找到一些酸涩的野果，暂时缓解了饥饿。是青文狼，荒林里最常见的低阶妖兽。正面遇上它，只有死路一条。跑，它的速度远超于我。青文狼正在进食，只要我不发出声音，悄悄退走，或许能安全离开。我拼尽全力奔跑，可依旧比不上它。死亡的阴影再次笼罩了我。就是现在！这一砸，凝聚了我全部的灵气和力量。我杀了一头青文狼，没有系统奖励，没有修为暴涨，只有浑身的疲惫和心悸。血腥味会引来更多的妖兽，必须快点离开。我吃着烤熟的狼肉，缓缓运转残经上的口诀，能清晰地感觉到丹田内的灵气在一点点增加。没有系统，没有金手指，没有靠山，我的修仙路只能靠自己。我的目标从来不是在轩辕界称王称霸，而是
回家。我必须离开这里，去青布门，那是我现在唯一的生路。对现在的我来说，青布门就是最好的去处。收拾好仅有的行囊，我离开了待了半个月的山神庙，朝着青布门的方向出发。100里路程，我一路昼伏夜出，避开匪类和妖兽，小心翼翼地前行。数次遭遇危险，都凭借着隐忍和机敏安然度过。3天后，我终于抵达了青木门山脚下。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对修仙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憧憬。我在这人群之中毫不起眼，如同一只混入鹤群的蝼蚁。他们眼神高傲，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。都安静！今日是我青木外门门弟子考核，规则很简单，一共2项。第一，耐力考核，从山脚跑到山顶山门，一炷香内到达者合格。第二，资质检测，无恶疾、心智健全者即可成为外门弟子。考核通过，入我青木门可获基础功法，每月领取微薄修炼资源。考核失败即可下山，不得逗留。现在考核开始。我修为是炼气1层巅峰，这耐力考核轻而易举，但木秀于林，封闭摧之，隐忍藏拙才是我的生存之道。和他一起到达的有几百人，也有不少凡人，因为体力不支倒在了路上，被清波门弟子无情地赶下山，连求情的机会都没有。所谓的资质检测，只是简单的摸一下脉搏，看一下眼神，确认没有恶疾，心智正常即可。我顺利成为了青布门的一名外门弟子，没有仪式，没有祝贺，只有一个编号牌，外门弟子编号763。分配好的住处是一间10人住的破旧木屋，拥挤潮湿，和我之前的山神庙没有太大区别。同屋的9名外门弟子彼此之间带着一丝警惕和疏离。都给我快点儿，磨磨蹭蹭的，不想领资源了。手轻点儿，这些灵药，就算是你们的命都比不上。弄坏一株，扒了你们的皮。我低着头，一言不发，认真地干着手里的活。在底层，隐忍和听话是活下去的唯一法则。残经意境高远，青布门的功法步骤清晰，两者结合，我对修炼的理解加深了数倍，这比吸收天地灵气快了10倍不止。仅1个时辰，我体内的灵气就暴涨了1分。不过宗门不是世外桃源，必须更加小心，更加隐忍。新来的都把这个月的灵石交出来一半，懂规矩吗？在这青木门外门，老子的话就是规矩。小子，快点把灵石交出来！我没有灵石。敢骗老子！搜！我不想惹事，可也绝不是任人宰割的软石子。一场外门弟子之间的争斗即将爆发。我不过炼气1层巅峰，正面硬撼2名炼气1层修士，毫无胜算。可退让只会换来变本加厉的欺凌。有点力气，看来是给脸不要脸。好小子，敢还手！今天废了你！住手！内门师兄，宗门之内私斗克扣资源，违反门规，你们是想被逐下山？再有下次，严惩不贷。算你走运，这笔账老子记下了。今日躲过一劫，却已得罪张虎。这青木门外门弱肉强食的规则，比凡尘更加赤裸。没有实力，所谓的隐忍，不过是任人宰割的借口。我将白天所得青木门基础功法与残诀对照，逐字逐句揣摩。青树门功法四平八稳，却过于粗浅。残诀残缺，却隐隐透着直指本源的大气，两者互补，竟隐隐形成一种更贴合我凡躯的修炼路径。我握起唯一一枚聚气丹，不含杂质直接吞服，丹药入口即化，一股温和灵气散开。我不敢有丝毫大意，小心翼翼引导灵气，按照互补后的路线运转，没有灵根牵引，灵气极易溃散。我一遍又一遍，以惊人的耐心重复，一次走差便重来10次。10次不行，便100次，射出熬出来的极致耐性，在此刻化作修仙路上最可怕的力量。天边泛起鱼肚白时，我猛地睁开眼，一抹精芒一闪而逝，丹田内灵气暴涨一圈，经脉更加通畅，炼气2层成了。
终于突破了，但我要恢复那副平庸模样，仿佛昨夜一切都未发生。修为突破，只是活下去的基础。在这吃人不骨头的宗门里，真正的锋芒，绝不能轻易示人。成为炼气2层修士后，我依旧低调，每日按时劳作，沉默寡言，从不与人争执。你过来。与我一同负责这片区域的，正是张虎的心腹李彪。喂，新来的，这边3笼都归你，我去歇会儿。周管事来了。管事，此人偷懒懈怠，宁气草大半未干了，还打碎了药壶。好胆，竟敢带弓损毁灵药！今日打断你的腿！管事明察，我整日劳作，未曾停歇。李彪白日睡觉，桃壶是他慌乱中摔碎，故意栽赃于我。你胡说！药田角落便有宗门留下的记录法阵，只需激活，便可看清白日一切。哼，不管谁对谁错，药田未完成，便是你们2人失职。这个月灵石全部扣掉，再敢偷懒，直接逐出门房。罢了，扣掉1月灵石，固然可惜，却躲过更大灾祸。在没有足够实力前，不纠缠，不硬拼，留后手，才是生存之道。这并非多此一举，我要让自己记住，在这修仙界，任何时候都要留有证据，留有退路。职场如此，仙途更是如此。也罢，张虎、李彪之流，只是修仙路上最微不足道的尘埃。真正的凶险，还在后面。1月时间转瞬即逝，青部门1年1度外门交际开始。交际目的：一、筛选弟子进入内门；2是为内门长老挑选随从杂役，获胜者不仅能获得灵石丹药，更能摆脱底层杂役命运。外门弟子无不摩拳阿掌，渴望一飞冲天。张虎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他修为炼气2层巅峰，在外门弟子中也算佼佼者，野心勃勃，想要借此机会拜入某位长老门下。教祭擂台设在外门广场，青石铺地，高约丈许，上千外门弟子围满四周，呐喊助威。宗门长老与内门弟子端坐高台，神色淡漠。我本不想参与，只想默默修炼，积蓄力量。可规则残酷，凡外门弟子必须参赛，弃权者直接逐出门墙。我只能被迫报名。小子，乖乖认输，免得受皮肉之苦。初赛对手是一名炼气1层弟子，身材壮硕，擅长蛮力。裁判一声令下，壮汉直冲而来，拳头硕大，带着风声。我不闪不闪不避，待拳头临近，身形陡然一侧，同时指尖灵气微吐，轻轻点在壮汉肘弯，前后不过一息，全场一静，随即哗然。谁也没想到，这个默默无的我，居然如此轻易获胜。我走下擂台，依旧沉默，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高台上，一名内门长老眼中闪过一丝讶异，微微侧目。可我这一战，却被有心人盯上。嘿嘿，等着，下一场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深夜，我正在修炼，忽然听到窗外传来轻微异响。我眼神一凝，收敛气息，悄悄靠近窗边。只见李彪鬼鬼祟祟，将一包白色粉末撒在我明日要穿的道袍袖口。粉末无色无味，一看便知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待他离去，才打开窗户，将道袍上粉末轻轻抖落，收集在一片树叶之中。我不用想也知道，这必然是张虎的阴谋。明日对战，这粉末会让我轻则麻痹无力，重则灵气紊乱，必败无疑。既然如此，那便不必再藏。第2日，复赛开始，我的对手赫然正是张虎。小子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要闯。今日我便废了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。废话少说，出手吧！复赛开始。话音未落，张虎便已出手。
他没有丝毫留手，炼气2层巅峰灵气全力爆发，一拳直轰我面门，拳风凌厉，带着毫不掩饰的杀意，他要当众废掉我，立威全场。四周弟子惊呼出声，不少人已经闭上双眼，不忍看我被一拳重伤。高台上长老也微微皱眉，觉得张胡出手太过狠了。就在拳风集体刹那，我动了，不再隐忍，不再藏住。怎么可能这么快？此子，好快的速度，好精准的手法，灵气凝练，招式实用，绝非普通凡躯可比。他明明没有灵根波动，怎么会有如此战力？我知道这一战，我再也无法低调。从此，我将从尘埃被推到众人眼前，福祸未知。本场凌晨上，一招击败张虎，这也太强了吧！他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之前一直在藏辱。接下来几场，凌晨依旧速战速决，没有花哨招式，没有霸道功法，每一招都精准、狠辣、实用，直指要害。对手无论修为高低，在他面前都撑不过3招，一路横扫，杀入决赛。他的决赛对手是外门老牌强者，炼气3层修士盲烈。凌晨师弟，你天赋出众，可惜太过狠戾，修仙之路以德为先。今日我便替宗门纠正你的戾气。出手吧！开始。炼气3层，灵气比我浑厚数倍，正面硬拼，必败无疑。你只会躲吗？就是现在！糟了，动不了了。你输了。决赛凌晨上，本届外门教义第1名。无灵根却有如此战力，必是身怀隐秘功法或宝物。此子不能留，也不能让他落入别人手中。他身上的秘密是我的。我能清晰感觉到一道阴冷贪婪的目光死死锁定自己。我知道自己赢了教义，却也引来了真正的杀身之祸。外门的争斗不过是孩童嬉戏，金丹长老的觊觎才是真正的九死一生。我以绝对黑马之姿夺得第1。按照宗门规矩，我获得了50块低阶灵石、30枚聚气丹，以及进入外门藏经阁挑选一部功法的资格。我躬身行礼，几位长老纷纷点头，对我印象颇佳。唯有赵玄树面带微笑，眼神却冰冷如刀。凌晨，你天赋尚可，心性沉稳，可愿入我门下做我亲随弟子？全场哗然，无数弟子羡慕的眼红，但我心中却猛地一沉。那道阴冷杀机越发浓烈，他看中的不是我的天赋，而是秘密。跟随他，无异于羊入虎口，迟早会被掠夺一切，最后惨死。进是死路，退也是死路。绝境，前世应对职场危机的本能被彻底激发。长老厚爱，弟子感激涕零。只是弟子修为低微，根基浅薄，且自幼凡躯，习惯底层劳作，恐难担长老亲随重任，玷污长老威名。弟子斗胆，只求留在外门，静心苦修，夯实根基。待日后修为成，再侍奉长老也不迟。既然你心意已决，那老夫便不勉强。切记，修行之路机会难求，莫要后悔。弟子不敢。我关上房门，才长长吐出一口浊气，后背已被冷汗透。刚才那一刻，我是在鬼门关走了一套，拒绝金丹长老，赵玄寒必然已动杀心，用不了多久就会暗中下手，杀人灭口。青木门再也不能久留。我当机立断，开始收拾东西。纳气残诀贴身藏好，赏赐的灵石丹药全部装入袋中，只留下几件破旧麻衣，制造未曾离开的假象。深夜，月黑风高，我换上一身黑色布衣，蒙住面容，悄悄溜出木屋。我避开宗门守卫，朝着后山方向疾驰。我清楚，赵玄刚的人必然已在下山路上布下埋伏，只有走这险路，才有一线生机。人呢？不在屋内，气息消失了。好快的反应！
居然跑了！追！他一定是逃往后山。我运转全身灵气，拼命狂奔，将炼气2层的修为发挥到极致，但身后杀气越来越近。小子，站住！长老看上你的东西是你的福气，乖乖束手就擒，还能留你全尸。前方是一处陡峭悬崖，下面云雾缭绕，前有悬崖，后有追兵，又是绝境。大哥，还追吗？这栈道太险了，一旦坠落，必死无疑。哼，他一个无灵根小子都敢走，我们怕什么？追上他，夺了他的宝物，回去领赏。你们真以为我只会逃？小子，终于知道跑不掉了，乖乖交出宝物，自费修为，我们可以给你一个痛快。这里就是你们的埋骨之地。狂妄！不过炼气2层，也敢在我们面前放肆！但特罗陈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硬拼，他要利用的不是灵气，而是地形，是心智，是生死间磨出的狠辣。你去杀！杀他！现在想走，晚了。他没有丝毫胜利的喜悦，只有沉重。杀了赵玄昭的人，等于与青木门彻底决裂。从此，他不再是青木门弟子，而是宗门叛徒，被全宗追杀。玄渊界之大，再无青木门容身之地。离开宗门固然凶险万分，却也摆脱了赵玄生的阴影，摆脱了底层倾轧。从此，天地任我行，无宗门，无背景，无牵挂，以凡躯独自闯荡这残酷修仙界。可蛮荒再险，也不比人心啊！离开青木门，我一头扎进蛮荒密林。这里人迹罕至，妖兽纵横，灵气比宗门附近更加浓郁。我没有盲目猎杀妖兽，而是先找了一处隐蔽山洞，简单布置陷阱，暂时安顿下来。接下来数日，我一边疗伤，一边消化从杀手身上搜来的战利品，灵石20余块，低阶法器3把，一本残缺疾风步功法。疾风步虽低级，却正好弥补我身法不足，与我本身速度完美契合。我将青龙门基础功法、纳气残诀、疾风步3者结合，创出一套最适合自己的修炼战斗体系。没有灵根，便以肉身承载灵气；没有高深功法，便以实用为主；没有资源，便以蛮荒为粮仓。我开始有条不紊的历练，白日深入密林，猎杀低阶妖兽，不贪功，不冒进，遇到强敌便退，遇到弱敌便速杀。每一次出手，都只为活命与修炼，不为虚名。没有丹药洗髓，便以妖兽精血浸泡身躯，忍受刺骨剧痛；没有阵法护持，便时刻保持警惕，在半睡半醒间修炼；没有师父指点，便一次次在生死中试错，用伤寒总结经验。社畜熬出来的极致耐力，在此刻化作最可怕的修动的动力。1月时间，我身上伤痕累累，眼神却愈发锐利深邃。炼气3层，稳稳突破，肉身强度更是远超同阶修士，堪比一些低阶妖兽。这日，我正在猎杀一头铁脊野猪，此妖皮糙肉厚，防御惊人，
寻常炼气4层修士都难以破开防御。我不与其硬拼，施展疾风步，围绕野猪不断游走，指尖灵气凝聚，精准点向野猪双眼、咽喉等要害。半个时辰后，野猪精疲力尽，我抓住机会，纵身跃起，一拳狠狠砸在野猪天灵盖。我落地，微微喘息。这一拳凝聚我全部灵气与肉身力量，威力远超普通炼气3层修士。就在我准备收取妖兽尸体时，远处忽然传来2道破空之声。哈哈，好一头铁脊野猪，正好为我们所用。小子，这妖兽我们要了，滚！一个散修也配独占妖兽？赶紧滚，不然连你一起杀了。我在蛮荒隐忍1月，不是为了任人欺负。这头铁筋野猪，是我拼死猎杀，岂容他人抢夺？这妖兽是我的，想要便凭本事来拿。不知死活。既然你找死，那我们就成全你。我眼神一厉，不再废话。蛮荒1月锻炼，我正想试试自己如今到底有多强。你到底是什么修为？杀你们的修为，我很清楚。散术之路，最忌心慈手软，对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饶命！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妖兽还给你，求你放我一条生路。放他离开，他只会回去搬救兵，引来更多家族修士追杀。在这蛮荒，仁慈便是取死之道，以战养战，以杀止杀，这就是散修的生存法则。接下来数月，我彻底在蛮荒扎下根，行踪飘忽，神出鬼没，猎杀妖兽，也斩杀那些心怀不轨的修士、散修、匪类。凡是招惹我的，无一例外，全部毙灭。我的名声在蛮荒附近悄然传开，有人称我疯魔，出手狠辣，独来独往，无牵留挂；也有人称我凡躯煞星。我对此好在意营生，对我而言毫无意义。我只在乎3件事：现在处于温和，变得冷静，隐忍狠绝，活下去。我的修为也在疯狂提升，炼气4层、炼气5层、炼气6层，短短半年，从炼气2层飙升至炼气6层，速度之快，堪称恐怖。我本不想多管闲事，散游之路最忌卷入他人纷争，可那呼救声隐隐有些熟悉。山谷之中，7、8名黑衣匪者围攻2名年轻男女，女子容貌清丽，衣衫破损，正是清末门时曾暗中帮助过我的师姐苏清月。小美人，别挣扎了，乖乖跟我回山寨，保你荣华富贵。你们这些匪类，不得好死！我青木门不会放过你们的。青木门，哈哈，在这蛮荒，我们就是天！给我上！活捉那女的，男的直接杀了！你们找死！哪儿来的小子，敢管老子闲事儿？炼气6层，也敢在我面前放肆？凌晨，快走！他们太强了，你不是对手。黑风寨的人。哦，你认识我们？既然认识，那就更不能留你了。兄弟们，一起上，杀了他！这还是那个曾经在外门被张虎欺凌、沉默寡言的凌晨吗？半年不见，他怎么变得如此恐怖？你到底是谁？取你狗命的人！你别过来！我是黑风寨寨主心腹，寨主是炼气8层修士，你杀了我，寨主不会放过你的。正好，我会亲自上黑风寨，将你们这些匪类斩尽杀绝。多谢凌晨师弟救命之恩。举手之劳，当年在青神门，你曾暗中助我，今日算是还你旧情，给你师兄疗伤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尽快离开。师弟，你如今为何独自一人在蛮荒？还有，青木门一直在通缉你，
赵玄香长老亲自下令，见到你格杀勿染。赵玄刚，我知道了，你们走吧，日后不必再提我。师弟保重，救命之恩，清月没齿难忘。黑风寨残害青石镇百姓，杀死王伯，屡次与我为敌。今日便是黑风寨覆灭之日。凡躯一怒，血溅五步；散奴一怒，伏尸遍野。我来到黑风岭下，抬头望向山寨，眼神没有丝毫波澜。我没有隐藏行踪，径直沿着山路向上走去。站住！什么人？死人！一场单方面屠杀就此展开，匪众们惊呼四起，纷纷拿起武器围攻。可在我面前，他们如同土鸡瓦狗，不堪一击。鲜血染红山寨台阶，尸体堆积如山，周围的哀嚎惨叫求饶响彻整个黑风寨。我对此充耳不闻，眼神冰冷，所过之处无人能挡。哪来的狂徒，敢血洗我黑风寨？小子，你是谁？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灭我山寨？无冤无仇？青石镇外，你手下匪类烧杀抢掠，屠戮凡人，杀死一位老人，这笔仇算不算是仇？原来为了那些凡人蝼蚁，小子，你怕是疯了。在这轩辕界，凡人命如草芥，死几个算得了什么？在我眼里，滥杀无辜便是死罪，无论是匪是修还是仙。我来自现代，深知生命可贵，纵然穿越修仙界，弱肉强食，我也坚守底线，不杀凡人，不杀无辜，不滥杀。但对于周虎这种视凡人为蝼蚁，肆意屠戮的匪类，我绝不留情。狂妄！既然你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！练气6层，竟然能接我一拳，果然有点本事。可惜你今天依旧要死。周虎招式狂暴，大开大合，欲以力压人。我冷静应对，施展疾风步，不断游走，寻找破绽。一人狂攻，一人巧手，我们就这样大战100回合，不分胜负。周虎越打越急躁，消耗越大。他乃是匪类，根基不稳，灵气虽厚，却难以持久。我却越战越稳，气息悠长，耐力惊人。射出熬出来的极致耐力，此刻发挥了决定性作用。不可能，你的灵气怎么会如此长巧？我眼神一厉，抓住这致命破绽，结束了。这一拳没有惊天动地的异象，却凝聚我凡躯意志所有力量，所有道心。凡躯一怒，亦可撼天。王伯，您可以安息了。黑风寨寨主毙命。我站在满地尸体与鲜血之中，衣衫染血，眼神平静。血洗黑风寨，斩杀周虎，旧仇了结。我没有丝毫喜悦，只有一片清明。在这残酷修仙界，我无灵根，无系统，无金手指，但我有自己的道，活下去，守底线，报救恩，归故乡。我转身走下黑风岭，将血腥与杀戮抛在身后，前方依旧是九死一生的仙途。赵玄刚的追杀，宗门的通缉，更高深的境界，更恐怖的强敌。可我不再迷茫，不再畏惧，凡躯力道，心向归途，步步惊心，亦要步步向前。血洗黑风寨一事很快传遍附近地域，一个无灵根散修独自一人血洗匪寨，斩杀炼气8层寨主，消息如同长了翅膀，飞速传开，自然也传到了青木门。炼气6层，斩杀炼气8层，此子身上的秘密，果然比我想象中还要大。一部残缺功法，
绝不可能让他越劫杀敌如此之多。长老，此子如今在蛮荒一带声名鹊起，被称为凡躯散修，不少散修与小势力都在留意他。我们要不要？不用。蛮荒广阔，他行踪不定，贸然追杀只会打草惊蛇。3年后，落峡谷低阶秘境即将开启，里面有筑基所需灵物，附近所有修士、散修、小宗们都会前往。此子修为已至炼气6层，届时必然也想筑基，必定会去秘境。我们就在秘境之中设下天罗地网，一来夺他身上至宝，二来让他死在秘境之内，神不知鬼不觉，无人会怀疑到我青木门头上。长老英明。林晨，这一次我看你往哪儿逃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的。消化完血洗黑风寨的资源，我炼气6层的修为越发精进。短短3个月，距离炼气9层大圆满只有1步之遥。炼气境之后便是筑基，筑基之后是金丹。丹若静坐，燕瓦不沾我天想境。而现在的首要任务便是筑基，只有问鼎金丹境界。就在这时，山洞外传来几声轻微鸟鸣。林前辈，何事？林前辈，属下发现一头筑基期的妖兽，紫纹岩噬狮，正在被玄剑门追杀，距离此处100里。我知道了。应该就是这附近了。从这个气息来看，还是一头筑基3层的紫纹岩狮。本命神通，我恨啊！得来全不费功夫，没想到最后便宜的是我，那林猛就却之不恭了。在这里找到了，诸位师兄且随我来。接下来就是闭关冲击筑基了。筑基丹已托人炼制完成，除去答谢炼丹师的5枚，还剩5枚，足够我筑基了。那便开始吧。还不够吗？那就一起来！就算是爆体而亡，也要等老子筑基再说。给我拧！5枚筑基丹果然不同凡响，筑基中期了。是暗号，是徐青来了。林前辈，何事？落峡谷命将于半年后开启，听闻此次秘境之中有结丹灵物凝金包与紫金莲，附近所有宗门修士都会前往。徐青，你且为我盯好各大宗门动静，尤其是青木门。此间事了，我送你。前辈莫要折煞于我，若非西前辈顺手搭救救命之恩，则我一生无以报仰。当侍奉前辈左右，万死不辞，绝不敢贪功。既如此，那便好了。既然还有半年，那我就封闭洞府，抓紧修炼，争取早日达到筑基9层。半年了，终于达到了筑基9层，是时候去看看落峡谷秘境了。秘境开启，机缘巨大，凶险也同样巨大。赵宣航与青木门秘境之中，恐怕遭布下造密罗帝王等着我自投罗网。去，九死一生；不去，错失结丹机缘。日后想要再寻，难如登天。没有灵根，修炼本就艰难，若再错过结丹机缘，此生恐怕都无望金丹，更别说破碎灭回归地球。怕就不要修仙。赵玄航想要在秘境中杀他夺宝，那就让他来，谁死谁生，尚未可知。3日后，落峡谷，我换上一身普通黑衣，隐藏气息混了进来。人群之中，几道阴冷目光瞬间锁定了我。赵宣庚的手下早已等候多时。秘境不是猎场，而是我的葬先地。秘境开启，限时1月，禁止自相残杀，违者逐出秘境。我心知肚明，这禁止残杀不过是一句空话，杀人夺宝才是秘境常态。我混在人群后尾，压低帽檐，气息内敛，可我能清晰感觉到，至少4道隐晦气息死死锁定自己，都是赵玄兄的人。
等大部分人进入后，我才缓步踏入光门。凌晨，别来无恙啊！赵玄刚派你们来的？哼，算你聪明。长老有令，交出你身上的至宝与功法，自废修为，可留你全尸，否则让你魂飞魄散。你们就这么有把握，能留下我？一个无灵根的散修，不过筑基6层，也敢在我筑基9层修士面前狂妄！今日我便让你知道，筑基6层与筑基9层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。是吗？动手，活戳他！我要亲自搜魂。数月隐忍，积累锤炼，今日便在此地彻底爆发。3名筑基9层修士联手用灵力法阵压制凌晨，威力何等恐怖！灵气纵横，几乎将整片密林封锁，凌晨必被瞬间擒拿。可下一刻，他脸色巨变，凌晨身影快如鬼魅，疾风步施展到极致，身形飘忽不定，如同风中柳絮。怎么可能？3名筑基9层修士的攻击竟屡屡落空，凌晨不闪不避，反而主动突进，直取中间一名修士，右手并指如剑，灵气凝聚，指尖隐隐泛起一丝晶莹，那是肉身与灵气完美融合的征兆。噗，一指落下，精准点在修士眉心。那修士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，眼神涣散，直挺挺倒下，气绝身亡。秒杀！一招秒杀筑基9层，剩余2名修士吓得魂飞魄散，攻势一致。给我死来！砰砰，2声闷响，剩余2人同时被踢中胸口，胸骨碎裂，倒飞出去，吐血毙命。终于解决了。赵玄庚，给老子好好等着！孽障！竟敢杀我手下！筑基6境也敢在筑基修士面前放肆！今日我便将你挫骨扬灰，搜魂夺宝！刚才秒杀3人已耗尽我大半灵气，面对筑基修士，我没有丝毫胜算，但我不能退，退是死路一条，战尚有一线生机。哼，不知死活！必须近身，就是那里。哈哈，终于撑不住了，受死吧！就是现在！我赢了，以筑基9层之躯斩杀4名筑基9层修士，全靠隐忍、智谋，还有那股九死一生的狠劲儿。凝金丹，还有秘境地图，是莲池、紫心莲的生长之地。惨叫声很可能引来其他人，不能久留。前路依旧凶险，但我不会退缩。凝金丹、紫心莲，我必须拿到。只有结丹，才能拥有对抗金丹大修赵玄芳的资本，才能一步步靠近回家的目标。刚才与李长老的战斗，让我身受重伤，灵气也尚未完全恢复。此刻的我极为虚弱，任何一点风吹草动，都可能让我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刚踏入竹林，我就感觉到一股诡异的气息。
灵气运转极为滞涩，禁止。这是一个低阶困煞禁制，名为竹叶迷踪阵，主要依靠竹叶的光影安扰修士的心神，同时利用竹子的排列形成困局，若强行突破，只会触发杀招。破解之法便是找到阵眼，破坏它，禁制自然不攻自破。禁制总算破解了。刚才好像听到打斗声，不知道是什么人在这里厮杀。管他是什么人，我们赶紧去莲池，紫心莲可不能被别人抢了。没错，那可是结丹的关键灵物，有了紫心莲，我就能顺利结丹了。我此刻身受重伤，灵气不足，根本不是这3名筑基8层修士的对手。这里有打斗痕迹，还有血迹，看来刚才有人在这里交手。难道是有人已经破解了禁制，前往莲池了？不可能，这竹影迷踪阵，就算是筑基9层修士也很难破解。小子，别跑！灵气在快速消耗，伤口也越来越疼，视线开始变得模糊。要死了吗？一定要撑到灵池。灵池中灵气充裕，还有紫金莲结丹神物，必有转机。我眼中闪过狂喜，不顾身后的追兵，纵身一跃，跳入莲池之中。冰冷的池水包裹着我的身体，缓解了身上的疼痛。浓郁的灵气顺着毛孔涌入体内，让我疲惫的身体得到了一丝舒缓。一个无灵根的散修也敢觊觎紫心莲，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。我身后的追兵也到了，但他们看到玄剑门的弟子就停下了脚步，满脸忌惮。玄剑门是大宗门，他们这些散修不敢招惹。玄剑门的人居然也来了，我没想到赵玄松不仅派了李长老追杀我，还派了玄剑门的弟子前来抢夺紫心莲。哼，小子，赶紧从莲池里出来，自废修为，交出你身上的所有东西，或许我可以饶你一命。可紫心莲，我不能放弃。没有紫心莲，我结丹的希望就会变得渺茫。想要回归地球，更是难如登天。敢抢，给我杀！小子，别跑！我拼尽全力奔跑，身上的伤口再次崩裂，鲜血不断滴落，留下一道长长的血痕。灵气越来越少了，视线也越来越模糊，双腿如同灌了铅一般，沉重无比，快撑不住了。前面有座宫殿，进去躲一下。我心中一喜，没有丝毫犹豫，冲进了宫殿遗迹之中。师兄，这宫殿遗迹看起来很古老，里面可能有禁制，我们要不要进去？哼，怕什么？一个筑基6层的散修，就算躲进宫殿，也插翅难飞。我们进去，搜遍整个宫殿，就算挖地3尺，也要把它找出来。我躲在宫殿的一根石柱后面，屏住呼吸，听着越来越近的脚步声，心中焦急焦急。我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，只能在这里与玄剑门的弟子决一死战。玄剑门的人越来越近了，每一步都仿佛踩在我的心弦上。仔细搜，那小子身受重伤，跑不远，肯定躲在这宫殿里。我此刻灵气不足，身受重伤，只能逐个击破，绝不能被他们包围。
师弟，你在哪儿？短短片刻，2名玄剑门弟子悄然陨落。怎么回事？你们2个赶紧回话！走，我们过去看看。那小子肯定在那边。炼气9层巅峰与炼气8强联手，我根本没有胜算。不好，是妖兽！该死，居然是碧水蛇！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我不能急，等他们2败俱伤，我再出手就能坐收渔利。就是现在！结束了，不仅躲过了追杀，还得到了碧水蛇的内丹，真是天助我也！有了碧水蛇内丹和紫心莲，我不仅能恢复伤势，还能冲击筑基9层大圆满了。筑基9层大的圆满成了，伤势尽复，灵气也更浑厚了。修为突破，实力大增，我对抗赵玄香君的资本又多了一份。这是一部残缺的防御功法——磐石诀，修炼至大成，肉身可如磐石般坚硬。太好了，简直是雪中送炭！有了它，我就多了一份保命的底牌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磐石诀已经修炼入门境界，肉身强度提升了数倍，寻常筑基8层修士的攻击已难以伤我。不好，秘境要关闭了，必须在秘境关闭前离开。凝金丹位于秘境的核心区域，一座上古祭坛之上。时间紧迫，时间紧迫，必须尽快找到凝金丹，然后离开秘境。很快，我便抵达了秘境核心区域。这是一片开阔的广场，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座古老的祭坛，祭坛之顶端隐隐有金色的光芒闪烁。玉盒之中只有1枚，谁也别想独吞。哼，凭本事说话，谁能拿到就是谁的。想要凝丹，先过我这关。3名修士实力都比我强，若是贸然出手，必然会被他们联手击杀。但凝金丹我不能放弃，必须等待时机，等他们2败俱伤之后再出手抢夺。他们已经杀红了眼，根本没有注意到我。半个时辰后，他们都已无力再战。就是现在！小子，敢抢凝金丹！秘境要彻底关闭了，必须更快。时间不多了，林晨，留下凝金丹和你身上的秘密，否则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赵玄刚果然留了后手，灵气消耗巨大，面对筑金丹出气的他，根本没有胜算。哦，竟然有防御功法，可惜这点防御在我面前不堪一击。休想！别跑！
该死！林晨，我绝不会放过你！九死一生，终于拿到了结丹所需的核心领悟。这不会善了，甘兄，必须尽快找个隐蔽的地方冲击金丹。离开落峡谷范围，我一路疾行3日，终于找到这处绝佳的隐蔽之地。结丹乃是修仙路上的第2道天堑，远比筑基艰难。我以无灵根之躯强行结丹，更是九死一生。平复心情，运转纳气残诀，引导着丹药中浓郁的灵气。碧水蛇内丹的灵气霸道而精纯，我需小心翼翼地引导，同时借助紫心莲的药力滋养经脉，缓解灵气冲刷的剧痛。时间一点点流逝，山洞中的灵气越来越浓郁，几乎化作实质的雾气。我的丹田之中，灵气不断凝聚，渐形成一个小小的灵气漩涡。结丹的过程极为痛苦，灵在经脉中疯狂冲刷每一寸，但我将咬进牙关，凭借前世射出磨练出的极致耐力，硬生生忍受着。阿晨，早点回家。就在灵气漩涡即将凝聚成金丹雏形的刹那，异变突生，我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无数幻想。放弃吧，林晨，你本就没有灵根，天生就不是修仙的料，强行结丹只会爆体而亡，不如早点放弃，回归平凡，或许还能苟活一世。看看你一路走来杀了多少人，双手沾满鲜血，你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平凡的社畜了，你就是一个杀人恶魔。就算你侥幸结丹又能怎么样？赵玄兄势力庞大，玄剑尊不会放过你，整个修仙界你永远也回不了地球，永远只能在厮杀中苟延残喘。心魔一旦被心魔掌控，我就会心神大乱，灵气逆行，最终爆体而亡。我的意识开始变得模糊，身体也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，丹田中的灵气漩涡也变得紊乱，随时可能溃散。不，我不能放弃。我想起了自己穿越而来的初衷，想起了父母的期盼，想起了一路走来的九死一生。我不是天生的杀人恶魔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，为了回家。我没有灵根，又如靠自己的毅力能一样抵抗，一样能磐石般坚定，抵御着心魔的侵蚀，一点点梳理紊乱的境界。心魔依旧在不断作祟，不断用恐惧和诱惑侵蚀着我的心神，身体的疼痛也越来越剧烈，但我的眼神却越来越坚定，如同黑暗中的明灯，从未熄灭。我知道这是我必须经历的考验，唯有战胜心魔，坚守道心，我才能成功结丹。将所有的心神都投入到结丹之中，渐渐稳定下来，旋转的速度越来越匀捏，体积也金色的光芒闪烁，金丹雏形正在缓缓形成。又是3个时辰过去，山洞中的灵气几乎被消耗殆尽，我周身的气息却陡然暴涨，一股远超筑基期的威压从我体内缓缓散发出来，席卷整个山洞，让洞口的碎石都微微颤抖。一声轻微的嗡鸣响起，我的丹田之中金丹境成了。我缓缓睁开双眼，眼中迸发出璀璨的精芒，周身的疲惫与痛苦瞬间被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感取代。我站起后活动了一下身体，骨骼发出轻微的脆响，体内的灵气充盈而凝厉，运转起来得心应手。我盘膝坐下，再次运转纳气残诀，稳固着刚刚突破的金丹修为。就在我沉浸在突破的喜悦之中，稳固修为之时，山洞之外突然传来一阵微弱的灵气波动，我心中一紧，瞬间收敛周身气息，悄无声息地走到山洞洞口，透过碎石的缝隙向外面望去。只见山三香洞下的林间小道上，走来2名身着玄剑宗服饰的修士，为首一人面容阴鸷，修为已然达到金丹初期，正是赵玄香的心腹王长老。王长老，根据宗门传来的消息，那凌晨小子应该就在这一带。他从落峡谷秘境逃出来后，便没了踪迹，想来是找地方隐蔽结丹了。哼，一个无灵根的散修，侥幸从秘境中活下来，还妄想结丹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教主有令，务必找到这小子，夺取他身上的秘密和秘境宝物，碎尸万段，以儆效尤。我心中一沉，神色变得凝重起来。他万万不曾想到，赵玄轩居然如此执着。我刚刚突破金丹境，修为尚未稳固，若是与2名金丹初期修士正面抗衡，恐怕没有胜算。我悄悄退回到山洞深处，收拾好自己的东西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运转灵气，将周身的气息收敛到极致，准备趁着2人不注意，悄悄离开山洞。等等，这里有灵气biến动，很微弱，应该是刚刚结丹留下的痕迹。王长老，难道那凌晨小子就在这附近结丹了？极有可能。仔细搜查，他刚刚结丹，修为尚未稳固，正是斩杀他的最佳时机。
不好，那小子在上面，追，别让他跑了。2名金丹初期修士立刻施展身法，朝着我的方向疾驰追去。金丹境修士可御使灵气飞行，我依旧被2人渐渐逼近。我心中清楚，这样下去迟早会被追上，必须想办法摆脱他们。我目光扫过四周，看到前方有一片茂密的瘴气林，心中有了计策。哼，想靠瘴气林脱身，简直是自寻死路！追进去，就算他躲到天涯海角，也要把他找出来。这瘴气林浓如黑雾，我必须立刻运转纳气残诀，用灵气护住周身，同时不断改变方向，扰乱他们的追踪。该死，这瘴气太浓了，根本无法锁定那小子的位置。慌什么？那小子刚刚结丹，修为尚未稳固，抵御瘴气的能力比我们还差。他跑不远，我们仔细搜查，只要找到他的气息，就能将他斩杀。半个时辰了，终于冲出来了。消耗太大了，必须尽快离开这里，找个安全的地方稳固金丹修为。那座小城，青营城，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一路疾行，傍晚时分，终于到了。虽然鱼龙混杂，但这种热闹正好适合我隐匿行踪。没有心思闲逛，先找一家客栈，稳固修为要紧。纳气残诀，引导灵气，滋养金丹，必须尽快稳固修为。一夜无话，金丹初期修为终于稳固，灵气也恢复到了巅峰。现在的我，再遇到王长老那2人，也有一战之力了。该去访视看看，打探一下玄剑门的消息了。这位道友，请问你这里有聚气丹吗？我要10枚。是他，青木门的外门弟子苏清寒。道友，你是凌晨？是我，清寒兄，好久不见。真的是你？我听说你当年逃离了青布门，被玄剑门的人追杀，还以为你已经……没想到你居然还活着，而且修为似乎还提升了不少。清寒兄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青木门那边现在怎么样了？青木门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。当年你逃离后，玄剑门的人便找到了青木门，借口青木门胞弟你，大举进攻青木门。青木门实力薄弱，根本不是玄剑门的对手，最终被玄剑门覆灭。大部分弟子要么被斩杀，要么被俘虏，只有少数弟子侥幸逃了出来，我便是其中之一。我的逃离竟然给青波门带来了灭顶之灾。凌晨兄，你不必愧疚，这不能怪你。玄剑门早就想吞并青波门了，你只是他们的一个借口而已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在四处漂泊，躲避玄剑门的追杀，同时也在刻苦修炼，希望有一天能为青魔门的弟子报仇雪恨。清寒兄，你放心，我势必要让玄剑门付出代价的。我现在被玄剑门追杀，赵玄兄势必要将我置于死地。不过我不会坐以待毙的。赵玄刚，玄剑门金丹长老，就是他主导毁灭了青木门。总有一天，我会亲手斩杀赵玄刚，覆灭玄剑门，为青魔门的弟子报仇。凌晨兄，我相信你，若是你不嫌弃，我愿意追随你，与你一同对抗玄剑门，为青魔门报仇雪恨。好，有清寒兄相助，我如虎添翼。今后我们便一同前行，相互扶持，共抗玄剑门。你胡说，是我先放劝让的，凭什么给你？哦，原来你还有一个同伴。怎么，你想替他出头？我劝你识相点，赶紧滚远点，否则连你一起收拾。凌晨兄，算了，这柄清风剑我不要了，我们走吧。此人是青阳城城主的儿子，名叫赵虎，修为达到金丹初期，势力庞大，我们惹不起他。清寒兄，这柄剑是你先埋下的，没有理由给他。
他仗着自己的身份和修为，欺压弱小，强取豪夺，这种人不配拥有法器。哟呵，你小子还敢跟我顶嘴？给我上！把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打断他们的腿，把清风剑抢回来！你居然是金丹境修士，敢伤我的人，你找死！你的实力怎么会这么强？仗着自己的身份和修为，欺压弱小，强取豪夺，这就是你的下场。今日我饶你一命，若是再让我看到你欺压弱小，我便废了你的修为，逐出青阳城。是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现在就走，再也不招惹你了。道友真是厉害，这柄清风剑就送给道友和这位小友了，算是小的一点心意，还请道友笑纳。清寒兄，这柄剑你拿着吧。有了这柄剑，你突破筑基后，实力也能提升不少。多谢凌晨兄，大恩不言谢。今后我必定追随凌晨兄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不必多礼，我们是同伴，相互扶持乃是应该的。教训了赵虎，必然会引来青山城城主的不满。庆生已经不宜久留，必须尽快离开这里，同时躲避玄剑门的追杀。黑风山踹，地域广阔，妖兽众多，人迹罕至，适合隐匿行踪，同时也能猎杀妖兽，获取灵物，提升修为。黑风山脉连绵万里，古木参天，妖兽横行，寻常修士不敢轻易深入。我和清寒一路急行山脉，这里的低阶妖兽正好适合他修炼，也让我能熟悉一下刚突破的金丹境力量。凌晨兄，黑风山脉外围的妖兽虽然实力较弱，但数量众多，而且十分狡猾，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。清寒兄虽然修为已是炼气9层巅峰，却很少猎杀妖兽，缺乏战斗经验，难免紧张。清寒兄，放心吧，外围的妖兽实力不强，正好适合你练手，提升自己的战斗经验。若是遇到你解决不了的妖兽，我会出手相助于你。在外围的3日，清寒的战斗经验飞速积累，修为也变得更加稳固，距离筑基越来越近。我也借机熟悉了金丹境的力量，为后续的修炼打下基础。第3日傍晚，我们决定深入山脉，挑战更高阶的妖兽。越往深处，凶煞之气越重。我们联手斩杀中阶妖兽，配合越发默契。正准备找地方休息，林中突然传来一阵嘶吼，凶煞之气瞬间变得浓郁。我们心中一紧，立刻靠背站立。我能感到有不少妖兽正在逼近，数量众多。不好，我们被妖兽包围了。我能感觉到，包围我们的妖兽至少有10几只，而且大多是中阶妖兽，其中还有几只高阶妖兽，实力强悍。就算是凌晨想要应对，也绝非易事。清寒兄，不要慌，这些妖兽虽然数量众多，实力强悍，但只要我们配合默契，坚守阵地，未必不能冲出去。你负责防御，保护好自己，我来主攻，斩杀这些妖兽。好，是，凌晨兄。为首的是一只通体雪白的巨狼，体型庞大，高达2丈，双眼赤红，正是黑风山脉的霸主之一雪月狼。他并未退缩，眼中的凶光反而更浓，再次朝我猛扑，招式更加凶狠。同时，其他妖兽也猛攻清寒，他经验不足，渐渐落入下风，身上已添了几道伤口。我心头一紧，必须尽快解决这头畜生，去支援清寒。我不再留手，运转纳气残诀与磐石诀，将全部力量凝聚于一拳，朝雪月狼的7寸要害狠狠砸去。
我手中凝入羊群，注入灵气，一拳一脚，每一击都能斩杀一只中阶妖兽。好，青寒兄，你怎么样？伤势严重吗？我没事，只是一些皮外伤，不碍事。多亏了凌晨兄，若是没有你，我今日恐怕就要命丧妖兽之口了。你先服下疗伤丹，修复一下伤势。这些妖兽的灵核，我们先收好，等回去后再炼化，辅助你突破筑基。好，多谢凌晨兄。我们收拾好战利品，必须立刻找个地方休整。我在洞口布置了一道隐匿禁制，确保不会有东西前来打扰。清寒开始修复伤势，我则守在洞口，警惕着四周，同时思索着接下来的修炼计划。山洞之中静谧而安全，疗伤丹的药力正在修复着他的伤口，滋养着他的经脉。我也要运转纳气残诀，稳固金丹修为，顺便炼化一枚妖兽灵狐。凌晨兄，多谢你的疗伤丹，我的伤势已经完全好了。好了就好。青寒兄，你现在修为已经达到炼气9层巅峰，灵气也足够构成剑，正是突破筑基的。我们就在这里停留几日，你趁机突破筑基，也好提升自己的实力。今后我们也好更好的应对危险。凌晨兄，可是我们现在玄剑门在横停留太久，会不会太危险了？放心吧，这处山洞十分隐蔽，我又是布置了和妖兽，根本不会发现。而且黑风山脉地域广阔，人迹罕至，玄剑门和青皇城城主的人也不会轻易找到这里。你安心突破筑基，我会守住此地，护你周全。好，林兄，那就麻烦你了。筑基乃是修仙路上的第一道天堑，对他这种毅力非凡但无灵根的修士而言，更是难上加难。灵气在他经脉中疯狂冲刷，每一寸都仿佛要被撕裂。这份痛苦，他只能凭毅力硬生生忍受。他体内的灵气波动时而沉稳，时而紊乱，我很担心。不好，灵气逆行！就是现在，成败在此一举。筑基境成了。凌晨兄，多谢你。若是没有你，我今日恐怕无法成功突破筑基，甚至可能会灵气逆行，殒命当场。大恩不言谢，今后我苏清寒愿为凌晨兄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清寒兄不必多礼，我们是同伴，相互扶持乃是应该的。你能成功突破筑基，我也为你高兴。如今你已是筑基初期修士，实力大幅提升，今后我们再遇到危险，也能多一份保障。他努力了这么多年，终于突破了筑基境，距离为青州门弟子报仇雪恩又近了一步。这一切都离不开我帮助。这3日，清寒兄稳固了筑基修为，我的盘石诀也小有所成，是时候离开了。那熟悉的感觉，气息凌厉，难道是玄剑门的人？清寒兄不好，玄剑门的人找到这里来了，我们快走，不能被他们缠住。凌晨，你跑不掉了！教主有令，务必将你斩杀，夺取你身上的秘密，你就乖乖受死吧！凌晨兄，身后的追兵速度太快，我们这样逃下去，迟早会被他们追上。清寒兄，撑住！前面有一片乱石坡，地形复杂，我们可以借助乱石遮挡身形，伺机摆脱他们。凌晨，你这卑贱的无灵根杂碎，速速停下受死！或许我还能给你一个痛快。分散搜索，这小子刚刚结丹不久，苏清寒更是刚突破筑基，他们跑不远。凌晨兄，他们过来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清寒兄，等会儿我出去引开他们，你趁机突围，去丹霞城，在西城门客栈等我。记住，无论听到什么，都不要回头，务必安全抵达丹霞城。不行，凌晨兄，我不能丢下你一个人。我们是同伴，要走一起走，要死一起死。
我虽然刚突破筑基，但也能帮你牵制敌人，绝不会拖你的后腿。青寒兄，听话，我们不能都死在这里。你先抵达丹霞城，打探消息，稳固修为。等我脱身之后再去找你。若是我们一起突围，谁也走不了。相信我，我有办法脱身。好，凌晨兄，你一定要小心。我在丹霞城西城门客栈一直等你。若是你3日之内还没到，我就回来找你。林晨，我知道你躲在这里，赶紧出来受死，别浪费我的时间。王长老，你的对手是我。找死！青寒兄，快走！该死，居然让那小子跑了！林晨，我要你碎尸万段！哼，想拖延时间，你以为你能撑多久？林晨，你给我等着！我迟早会找到你，将你斩杀！一路辗转，我足足用了2日时间才抵达丹霞城。沿途，我避开了所有修士聚集的区域，小心翼翼地隐匿行踪。身上的伤口已基本愈合，只是体内的灵气还未完全恢复。丹霞城果然繁华，往来修士气息驳杂强悍，连守卫都是筑基后期，戒备森森。我收敛气息，装作普通散修，混入人群，顺利进城。城中热闹非凡，但我无心闲逛，得按约定，先去西城门的客栈。一路上我警惕四周，生怕撞见玄剑门的人，也留心着旁人的交谈，希望能听到些消息。片刻之后，我便抵达了西城门的客栈。一进大堂，就看到了角落里的苏清寒。林晨兄，你终于来了，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，正准备明天回去找你。让你担心了，我没事，只是摆脱追兵，耽误了一些时间。这2日，你在丹霞城有没有打听到什么消息？尤其是玄剑门的动静。我这2日一直在打探玄剑门的消息，他们正大肆搜寻一名无灵根根的金丹修士，就是你。赵玄生还亲自下令，悬赏重金捉拿你和我。赵玄庚倒是好大的手笔，看来他是势必要将我置于死地了。还有其他消息吗？有一个更为隐秘的消息，我从客栈老掌柜那得知，玄剑门一直在找一处上古遗迹，据说那遗迹里藏有完整的修仙功法和能让人突破的至宝，而且传闻那处遗迹与落峡谷秘境有关，似乎是上古时期同一批修士留下的。落峡谷秘境，我在那儿已得到盘石诀残篇，难道那遗迹里真有完整的修仙功法？若能找到完整功法，就能大幅提升实力，甚至摆脱无灵根的桎梏。那你知道那处上古遗迹具体在什么地方吗？不知道，老掌柜说遗迹十分隐蔽，禁制重重，玄剑门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具体位置，只知道大概在丹霞城以西100里之外的乱葬岭附近。乱葬岭，我记下了，那是丹霞城附近的险地，荒无人烟，阴邪之气充斥，寻常修士不敢踏入。就在这时，客栈大堂突然走进几名身着玄剑门服饰的修士，我们心中一紧，立刻收敛气息，低下头，装作寻常修士，不敢引起他们注意。走，去其他的地方找找。教主有令，务必找到林晨和苏清寒，不能放过任何一丝线索。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，我们才松了一口气。林晨兄，玄剑门的人已经搜到丹霞城来了，我们在这里也不宜久留。你说的对，不过乱葬岭的上古遗迹，我们定无数放弃啊。那处遗迹之中，或许有我们需要的东西，既能找到对抗玄剑门的筹码。我们今晚休息一晚，恢复灵气，
明天一早就出发，前往乱葬岭，寻找上古遗迹的踪迹。好，凌晨兄，我听你的，无论前方多么危险，我都跟你一起去。我们不再多言，点了几样小菜和灵茶，一边恢复灵气，一边警惕着四周的动静，等待夜幕降临。明天便是乱葬岭之行。次日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我和苏清寒便收拾好东西，悄悄离开了客栈。为了避免被玄剑门的修士发现，我们特意选择了偏僻的小路，收敛周身气息，一路小心翼翼。100里路程，两人施展身法，足足用了2个时辰，才抵达乱葬岭。远远望去，乱葬岭连绵起伏，草木枯黄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郁的阴邪之气和腐臭之气，令人作呕。凌晨兄，这里就是乱葬岭，果然名不虚传，太诡异了。这里阴邪之气浓郁，必然有阴邪之物存在，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。上古遗迹十分隐蔽，而且周围布满了禁制，我们一边搜寻遗迹的踪迹，一边警惕着阴邪之物和玄剑门的修士。越往乱葬岭深处走，阴邪之气就越浓郁，周围的光线也变得越来昏暗，仿佛置身于地狱一般。走了大约半个时辰，我们突然感觉到一股浓郁的阴邪之气正在朝着我们逼近，气息阴冷刺骨，带着浓浓的杀意。不好，有东西过来了！我能清晰地感觉到，这股阴邪之气来自于前方的一片密林之中，数量不少，实力也不弱。清寒兄，小心！阴魂擅长精神攻击，你运转灵气护住心神，不要被他们的阴邪之气侵蚀。我心中一凛，连忙运转灵气护住心神，同时施展疾风步，身形如鬼魅般避开了厉魂的攻击。我们配合默契的艰难前行，但阴魂数量越来越多，渐渐陷入了困境，体内的灵气消耗越来越快。我心中清楚，这样下去，两人迟早会被阴魂耗尽灵气，殒命于此。必须尽快找到摆脱阴魂的方法。就在这时，我注意到前方不远处的一座小山丘上有一块巨大的石碑，石碑周围的阴邪之气明显比其他地方稀薄了许多。清寒兄，快看，那座小山丘上的石碑，或许就是上古遗迹的入口。我们冲过去！我们拼尽全力，终于冲到了小山丘上，来到了石碑面前。石碑下方有一个隐蔽的洞口，显然这就是上古遗迹的入口。直到此时，我们才松了一口气，看到在地上，体内的灵气已经消耗殆尽。洞口之中静谧而安全，没有丝毫阴邪之气，反而萦绕着一股淡淡的灵气，滋养着我们的身体。我们知道，上古遗迹之中虽然可能有至宝，但也必然布满了危险和禁制，稍有不慎，便会殒命于此。凌晨兄，这些符文和你那本残诀上的字迹很像。这是上古凡道符文，专给无灵根修士修行所用。我的纳气残诀，就是从这类遗迹中流传出去的残缺版本。这禁制不是杀人的，是责主的。他就在这里。无灵根者以凡躯为鼎，以执念为火，以天地为炉，纳气归尘，亦可正道。这不是残诀，而是完整无缺的凡道根本功法。我终于找到了完整的道。你刚筑基，根基不牢，细髓丹能打通凡躯淤堵，让灵气更稳。谢凌晨兄成全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赵宣树必定会追查到此。
我们立刻离开，先找地方稳固修为。赵玄刚的人果然来了，他们破不了凡道禁制，找不到遗迹，但我们必须尽快离开丹霞城范围，玄剑门的搜捕只会越来越紧。凡道已立，归途见明，但我心中清楚，玄剑门赵玄霜位面真相，真正的死局才刚刚拉开序幕。两人一路隐匿行踪，昼伏夜出，朝着东方蛮荒疾驰。可纳气全绝的气息太过特殊，加上玄剑门悬赏漫天，他们的踪迹还是被玄剑门探子察觉。离开丹霞城第3日，前方山谷被武道玄剑门修士毒死，为首者正是金丹中期修士孙阔。赵玄刚坐下亲随，出手狠辣，素来以势压人。林晨，总算找到你了。赵长老有令，交出纳气全诀，饶你不死。结阵！林晨兄，我来牵制他们。不必，锁仙阵是困仙道修士的，对我凡道无用。狂妄！金丹初期也敢放肆！肉身成狗！凡道无招，以简破繁。你们的仙道招式太繁。玄剑斩凡！你这不是修仙，是邪术！这是凡道。我不杀你，回去告诉赵玄豪，中州秘境我会去。想要我的功法，我的道，亲自来领。林晨兄，你现在的实力已经能硬豪金丹中期了，还不够。赵玄刚是金丹后期，还有宗门大阵元婴老祖撑腰，我们必须尽快提升，去中州秘境寻找位面碎片，才能真正破局。林晨兄，青之门到了，我们下去看看吧。不对，是玄剑门的气息，下去看看。赵玄刚。恭迎玄剑门内门赵长老尊驾。赵玄刚果然和玄剑门沆瀣一气，无耻叛徒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本想绕道而行，现在看来是躲不过去了。林晨兄，青布门，他们把你卖了。赵长老，林晨若敢回来，我青木门必定将其擒下，献给长老处置。当年是我有眼无珠，收留此子，还望长老恕罪。不必恕罪，他就在附近。我今日便在此等他自投罗网。凡道功法、秘境、秘勋都是我的。林兄曾是青木门最底层的外门弟子，在这里隐忍修炼挣扎，如今归来却被当作投名状的弃族，可笑啊，可笑！青木门好啊，该了断的总该要了断。林晨，你居然还敢回来！你勾结匪类，背叛宗门，今日我便清理门户。清理门户，我在青魔门砍柴、挑水、要田劳作，从未拿过宗门一分资源，从未受过半点庇护。如今为了讨好玄剑门，便要拿我的命换平安，这就是青魔门的道。妖言惑众，给我杀！林晨，别来无恙。没想到你居然真的修成了完整凡道，倒是让我刮目相看。赵玄刚，你追我半座轩辕界，就是为了一本你修不了的功法。凡道无灵根亦可修，若是我能夺来，必能突破元婴，称霸轩辕界。今日你插翅难飞。你先走，去东陵城等我。今日无法善了，我不，必须走。你活着，凡道就有传人。林晨兄，保重！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林晨，先杀你，再杀他。青布门山门之前，金丹后期对金丹初期，仙道天骄对凡躯散侠，一场死战，
就此拉开。林晨，想不到吧？老夫已是假鹰境界，今日你必死！给我死来！金丹后期与初期的差距竟如天堑，我根本无法正面抗衡。反倒终究是旁门左道，给我死！追！他身受重伤，跑不远。不能死，我要回家，要破局，要让凡道通天。接下来半年，我彻底消失，以蛮荒为家，以妖兽为食，以战斗为修炼，咒出猎杀妖兽，夜修凡道功法，以战养战，以血淬体。磐石诀大成，我的肉身已堪比玄阶法宝。纳气全诀圆满，这不引天道注意的灵气，却足以碾压同阶。中州秘境，位面碎片，赵玄鹤必去。半年流浪，生死磨砺，我已是金丹圆满。赵玄鹤，中州秘境就是你的埋骨地。流浪之路至此终结，复仇之路正式开启。一路奔赴东陵城，我将金丹圆满的气息完全内敛，无人能看出我的真实修为。听说了吗？赵长老放话，秘境之中，凡遇凌晨，格杀勿殆。他已经是个死人了。无灵根的散修能活半年已是奇迹，蛮荒妖兽遍地，早就尸骨无存了。凌晨兄，你终于来了，你的修为金丹圆满，太好了，有你在，中州秘境我们大有可为啊！中州秘境3日后开启，玄剑门已经出动全宗精锐，赵玄奘亲自带队，志在位面碎片与突破元婴。各大宗门也都派了强者，秘境之中必然杀机四伏。此功法适合你，你无灵根，修凡道最契合。3日内尽可能稳固筑基修为，秘境之中自保足矣。谢凌晨兄。无界归尘，凡躯逆仙。我的道从来不是修仙，而是归家。金丹圆满，凡道大成，我终于有资格直面玄元界的顶层纷争，揭开位面的终极秘密。封锁核心之路，与凌晨杀无赦。凌晨兄，我们不正面冲争吗？不必。凡道不争，顺势而为。他要抢，就让他先抢；他要杀，就让他先杀。等他走到核心，走到巅峰，我再亲手把他拉下来。这将是凡道与仙道的终极对决。而我的道心早已归尘，不为称霸，不为长生，只为踏碎位面，魂归故乡。空间中有聚集时，劝前出古多执念之气，是心魔。凌晨兄，这些里的灵气，好怪很乱，总想起青魔门被灭的画面。这是秘境新版换章，以修士最深日念为实。你守住道心，必无感，跟着我走，莫听，莫看，莫想，闭眼。回家吧，回到你的出租屋，不用厮杀，不用修炼，不用担惊受怕。你累了，凌晨，停下吧。你斗不过仙道，斗不过天道，看下那满身鲜血，像个怪物。罪的软肋也是心魔窒息的。我的道是归家，不是沉沦。幻境偷来的安损，不是我要的故乡。纳气全诀自动运转，凡心不动，万魔不侵。凡道不修仙心，只守凡心，最纯粹、最坚定，恰恰是心魔的克星。
林晨，你果然能破心魔，可惜，终究还是落入我的网中。林晨兄，交出纳气拳诀、残魂秘密、位面血片，我留你全尸。想抢我的道，先打赢我。林晨，死！你守好自己，别插手。肉身成钢，反倒不玩虚的。一起上，废了他！你的斧太重，你的剑太花。好一个反区！看来我还是小看了你。今日我便以玄剑门正宗之术斩你这凡道异端，万剑归宗！林晨兄，仙道的招式终究是凡，纳气于地，引尘为甲。凡道陈甲，挣扎到死，也不过是蝼蚁。你打完了，该我了。反区踏空，你这是什么邪术？这是凡道。我无灵根，无法宝，无传承，只有一副凡躯，一颗归家的心。你以仙道欺我，我以凡躯还你。凡道破天！还没完！你看，凡躯也能破天骄，不是吗？我不甘心，我乃玄剑门天骄，灵根上品，宗门倾力栽培，怎么会输给你这个无灵根的凡人？人剑焚仙印！这就是你最后的底牌，也罢。到此为欲发陈了。凡道真。我废了。你输不是输在修为，是输在道。你修仙为贪欲，我修凡为归家。你的道从一开始就歪了。终于等到凡道传人了。这是上古残魂。是，前辈，我想知道轩辕界的真相，位面壁垒，还有回家的路。我等这一天
等了13000年。孩子，你靠近些，我把一切都告诉你。凡道余孽触动位面本源，即刻束手就擒，否则碾碎秘境，鸡犬不留。是位面守护者。终极阻碍提前降临。位面守护者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拦我归家路？轩辕界位面壁垒不容破坏，你是地球灵魂，凡道逆仙，一旦打破壁垒，两界规则崩塌，万物俱灭，你必须死。孩子，别管守护者，没时间了，我立刻把真相传给你。海量信息轰然炸开，一段被掩埋的上古秘史彻底揭开。上古时期，地球本是修仙本源位面，修士强盛，可飞升上界。后来飞升通道遭遇浩劫炸裂，一部分修士与大陆碎片被抛入空间乱流，形成无数附属位面，轩辕界正是其中之一。所谓飞升成仙，根本不是飞升上界，而是打破位面壁垒，回归地球本位面。轩辕界天道规则残缺，刻意压制修士，敌视凡道，就是为了防止有人打破壁垒，让这个碎片世界崩塌。而凌晨穿越而来，是地球灵魂玄元肉身，天生就是开启归途的钥匙。纳气拳诀是上古地球修士专为无灵根者者创造的功法，是唯一能承载本源气息打破壁垒的道。上古残魂正是当年留守的地球修士，困在秘境万年，只为等待凡道传人。位面坐标就在秘境核心，守护者是壁垒化生，杀不死，只能暂时击退。你必须尽快突破元婴化神，到大成渡劫，才能真正碎阶归降。我的道不是称霸，不是长生，是无界归尘。从凡尘来，逆修仙途，碎位面壁垒，归故乡尘。凡道余孽，竟敢接受本源记忆，大成级，我碾碎你们！你守你的壁垒，我回我的故乡。你挡不住我。一场凡躯战大成的序幕就此拉开。凡道余孽，魂飞魄散吧！凌晨兄，我们挡不住的。挡不住，也要挡。我以凡躯立道，以归家为心。你守你的壁垒，我走我的归途。天道都拦不住我，何况你一个壁垒化身？大成又如何？不过是位面的看门犬。凡躯竟能破我规则之力，不可能！秘境要塌了，立刻走！击退大成守护者，得位面前世真相。我虽重伤，却是赢了。凌晨兄，你燃烧了金丹本源，会不会影响后续修炼？金丹本源虽损，可凡道本就不以金丹为根，此番重伤，反倒是破而后立的契机。这出的日子里，项目烂尾、加班猝死都熬过来了，这点修为损耗算不得绝境。无妨，凡道修心不修机，金丹本源虽损，道心却更稳固，正好借此契机冲击元婴。仙道修士凝练元婴，水到渠成。凡道元婴需以凡心为核，执念为灵，肉身做顶，还要承受轩辕界位面规则的无情压制。天道不容凡道通天，凝练元婴之日，便是规则所到之极。3日后，我的金丹本源终于修复完毕，气息也回到了巅峰。我让苏清寒守在禁制之外，
独自一人摒除所有杂念，道心彻底锁定归家二字。无灵根，以心为根；无仙机，以身为基。丹田内的金丹开始寸寸碎裂，不是崩毁，而是拆解重组。我感受着金丹碎裂的痛感，心里没有慌乱，只有笃定。我无灵根可依，无宗门可傍，唯一能靠的就是这颗凡心。只要归家的执念不散，元婴就一定能成。凡道元婴，雏形已成。凡道逆天，营应必亡。我拼尽一切走到这里，不是为了被天道抹杀，我只想回家，这有错吗？前是为了生机咬牙死撑，今是为了归路九死一生，我凭什么不能宁应？我宁元婴只为归家，何错之有？不能散，绝对不能散！苏清寒还在等我，父母还在等我，我不能倒在这里。意识渐渐模糊，前世的社畜日常，意识的生死挣扎，父母的呼唤，归途的光芒在脑海中交织浮现。意识涣散的边缘，他想起加班深夜那碗热汤，想起穿越前父母的叮嘱。我是林晨，从凡尘炼狱爬出来的凡人，我不会输，更不能输。规则锁我道基，那我就以凡心重铸；天道压我凡道，那我就一步步逆天而上。只要元婴还在，道心还在，一切都能重来。林晨元婴出城，却道基受损，陷入深度昏迷。这一睡便是7日。林晨兄，你醒了！你昏迷了7日，我好怕。让你担心了。这意识漫漫仙途，苏青是唯一的同道，是凡道的传人，我必须护好他。则所道，凡心不灭，道基自会重铸。林晨，出来受死！凡道异端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林晨兄，我挡着他们，你快逃！我逃不了，我如今道基受损，连30%实力都发挥不出，根本跑不掉。可清寒性子刚烈，绝不会独自逃生。这一战，终究是躲不过了。我道基受损，逃不掉。你更不必陪我送死。我不！你传我凡道，救我性命，我苏清寒此生为你马首是瞻。今日，我便用这条命护你一程。凡道弟子苏清寒，在此护道。我拼尽一切，却连身边唯一的同道都护不住，我算什么凡道传人？蝼蚁也敢放肆！谁敢伤林晨兄，先踏过我的尸体！不知死活，给我烧成飞灰！不要！的瞬间，林晨的心脏仿佛被生生撕碎。是我，清寒兄，好久不见。真的是你！我听说你当年逃离了青部门，被玄剑门的人追杀，还以为你已经只有少数弟子，侥幸逃离了。我给你一个林晨兄，你不必愧疚，这不能怪你，你只是他们的一个借口而已。希望有一天能为青魔门的弟子报仇雪恨。若是你不嫌弃，我愿意追随你，与你一同对抗玄剑，为青魔门出口。清寒兄，这柄剑你拿着吧。有了这柄剑，你突破筑基后，实力也能提升不少。多谢林晨兄，大恩不言谢。今后我必定追随林晨兄，不谈导火，再次从事营力上优秀，获取提升修为。不！我答应过他要带他活下去，答应过他要走凡道之路，可我却眼睁睁看着他死在我面前。这份痛我会记一辈子，这些仇我会亲自讨回来。我一生不练权势，不结滥交，只认苏清寒一个同道，一个凡道传人。可今日，他死在了自己面前，此仇不报，我林晨誓不为人。苏清寒的死，彻底点燃了林晨心底的杀意。凡道元婴不再压制，强行冲破规则所布，灵气逆冲经脉，以伤换力，气息疯狂暴涨。元婴初期、元婴中期、元婴后期，你们
都得死！你们杀我同道，毁我凡道，视凡人为蝼蚁。今日我便让你们知道，凡道之怒，伏尸百万。苏清寒，你看着，我为你报仇！此子道心入魔，实力爆炸，一起出手斩了他！这一剑为清寒，这一拳为凡道，这一击为所有被你们欺压的凡人！手里清风带着决绝的恨意，一剑剑尖透体而出。凡道一团，敢杀我宗门长老，找死！暴怒解决不了问题，我打不过华神。若死在这里，苏清寒的仇谁来报？凡道谁来传？回家的路谁来走？我必须逃！苏清寒的命，我会用整个轩辕界的仙道血偿，但不是现在。凌晨，你逃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将你挫骨扬灰。我今日逃，不是怕了，是为了来日亲手斩下你们的头颅。华神又如何？大宗又如何？总有一天，我会踏平玄剑门，为清寒报仇。修为没了可以重修，道基碎了可以重铸，只要命还在，只要道心还在，一切都能重来。所有修为一朝尽散，这笔账我慢慢算。我瘫倒在冰冷的地面上，浑身剧痛难忍，经脉断裂如枯柴。我的修为从元婴大成一朝跌回筑基巅峰。我修凡道错了吗？可到头来家没回城，只有生死修为尽散。我到底在坚持什么？难道凡道真的逆天，真的不该存在？脑海中浮现苏清寒最后的笑容，浮现赵玄霸的傲慢，浮现位面守护者的冰冷，浮现轩辕界天道的无情。我闭上眼，意识渐渐沉沦。就在这时，神魂深处那本纳气拳诀突然亮起微光，上古凡道的气息缓缓流淌，滋养着我断裂的经脉，安抚着我破碎的道心。图灵根者，以凡躯为鼎，以执念为火，以天地为炉，纳气归尘，亦可正道。听到这句口诀，我混沌的意识突然一震，前世996的记忆涌上心头。这点挫折怎么能打垮我？我是凌晨，是熬不死的社畜，是从凡尘底部爬出来的凡人。修为没了可以重修，道基碎了可以重铸，只有死了，便带着他的那份不屈一起走下去。苏清寒，我答应过你，要活下去，要回家。化神追杀，天道镇压，大宗围剿，都拦不住我。苏清寒，我答应你，活下去，回家。化神追杀，天道镇压，大宗围剿又如何？我凌晨从凡尘来，便从凡尘重新走一遍。我挣扎坐起身，不顾按照纳气拳诀基础片，缓缓运转那一丝微弱的筑基灵气。没有灵气，便以天地之气；没有道基，便以一步一步从头再练。这一次，我会走得更稳、更坚定。山洞外，化神的追杀还在继续，可山洞内那个跌落谷底的凡道修士已然重新拾起了道。我凌晨回来了，凡仙重铸，道途重启，纳气归尘，凡躯逆仙，我的路才刚刚开始。我是凡人，生来便在低谷，重修之路再难，也难不过前世996的寂静，难不过青石镇的生死一线。3月间，我杀妖兽，淬肉身，固道心，修为从筑基初期突破至元婴初期。我静静感受着体内重回巅峰的力量，心里没有半分狂喜，只有平静。修为得失不过浮云，凡心不改，归土不灭，便一切皆有可能。苏清寒，我带着你的凡道重新站起来了。仇要报，道要守，家要回，凡道重燃，
自此，再无力量能将我压入尘埃。沿途修士见我孤身一人，都以为是普通散修，可凡道无招一剑破凡，无人能接我一拳。抵达飞升遗迹，化神天劫如期而至。化神是仙途门槛，却是我归家的必经海劫。前世扛得住生活的锤，今世便扛得住天道的雷。紫电焚身，肉身寸寸焚毁，但我绝不会倒下。化神初期，成。凡道传人，你终于来了。前辈，求完整位面真相。这里是上古飞升的遗迹，轩辕界与地球的壁垒，唯有大成圆满，度过飞升劫，才能彻底打破。位面守护者是壁垒化身，杀而不死，唯有以凡心本源，才能将其彻底覆灭。而且，我的地球肉身尚存，只需魂归，便可重回现代。归途之路彻底清晰，化神炼虚合体大成渡劫，一步不多，一步不少，踏碎壁垒，便是故乡。化神已成，第一站便是玄剑门。林晨，你已成化神！今日，我为清剑门，为苏清寒，为所有被你们欺压的凡人，讨回血诏。狂妄！我玄剑门乃大宗。你视凡人为蝼蚁，视同道为草芥，追我半座轩辕界，毁我同道，灭我宗门。你输在道心不正，贪念缠身，与修为无关。玄剑门覆灭，血债血偿，我心里没有复仇的快意，只有释然。前尘恩怨至此了结，此后我只为归途而战。玄剑门覆灭后，我彻底踏入修仙界顶层，也成了所有仙道大宗的眼中钉。天眼宗、丹盟、气殿联合数位化神老怪，为杀我，欲除凡道异端。密林伏击，峡谷围剿，秘境暗算，无数次生死绝境。我凭借凡道隐忍现代布局思维，一次次化险为夷，反杀数位化神大能。每一次被围剿，我都不能死。我要回家。前世在职场夹缝求生，这一世我便能在仙道劫杀中破局。自杀中，我到化神圆满，凡兽活体圆满，我无需顾眠防下命，便可硬抗同阶攻击。当我踏入大成境的那一刻，轩辕界天地震动，所有修士俯首，我成为轩辕界有史以来第一位无灵根、无传承、以凡躯正道的大成修士，凡道通天，自此成真。凡道余孽，你已至大成，即刻自毁道心，否则我便碾碎轩辕界，让你永无归途。你守你的壁垒，我回我的故乡。今日便伐平这最后的阻碍。我腾空而起，大成凡道之力毫无保留爆发，与位面守护者对峙于天穹之上。守护者巨掌拍下，规则之力碾杀一切。我不闪不避，肉身硬抗。你的规则锁得住仙道，锁不住凡心。我熬尽苦难，踏遍仙途，不是为了称霸轩辕界，是为了回到那个有烟火、有家人、有我本源的地球。凡心本源之力，正是位面规则的克星。不可能，凡躯怎能破位面规则？因为我的道比你的规则更真正。我望着天穹的裂痕，心底百感交集，有激动，有释然，有对意识的告别，更有对故乡的期盼。大成圆满，天劫将至，渡劫之日
便是归乡之时。轩辕界的风雨，仙道的纷争，凡道的传奇，都将成为过往。我的路只剩最后一步，渡劫、碎戒，归尘，回家。